好，接下来我们特别关心到的是中美的科技战在启动的同时，大陆方面启动的是它的曼哈顿计划正式的启动。好，怎么做呢？有非常多的手段，包括了延揽前艾斯摩尔的前工程师来推进，针对于艾斯摩尔它的 EUV 的逆向工程之外，中国大陆也自己自建了，包括它自己的光刻机，有用自己的技术，包括了有奈米的压印技术，还有 DUV 制程一起并进，直猜的是艾斯摩尔的光刻机垄断体系真的可以做到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一样，我们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看。第一个话题，中国大陆推进的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它的曼哈顿计划。这个曼哈顿逆向做什么呢？就是逆向的拆解 EUV。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艾斯摩尔还可以掌握完全的霸权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大陆也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可以完全绕开 EUV 的技术吗？真的可以做到吗？它的技术包括了奈米压印，还有 DUV 的多重图案化跟涛定律这一些方法。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当美国封锁住艾斯摩尔，但是中国自己做自己的替代方案的话，未来的晶片供应链会不会走向中美两套自己走自己的两个模式、两套标准、两个阵营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今天要来特别看到的是，这个艾斯摩尔如今被推到了中美科技战的最前线，因为呢，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来自于外媒的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向艾斯摩尔的高层表达了高度的关切，说啊，你的 EUV 极紫外光机可能已经流入中国大陆了，你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违反我们美国的出口禁令的。而且呢，多名的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还指控说呢，艾斯摩尔其实没有非常的配合美国的限制，还涉及到了出口，包括了 EUV 的这些相关的零组件，自己偷偷的卖给中国，说呢，这个是在一个灰色地带的交易。当然呢，现在目前呢，针对各种的指控，艾斯摩尔已经否认到底了。他甚至还说呢，不可能卖给大陆的原因是呢 ，EUV 的设备大家知道有多大吗？就如同是一台黄色的一个校车这么大台。另外呢，我们全球的产量非常的少，而且呢，如果卖给他们的话，还要不停的进行原厂的长期维修，所以呢，艾斯摩尔说我们是不可能有卖 EUV 设备给中国大陆的。好，那另外一方面，华府紧张的事情，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事件之外，还有他看到中国大陆现在正在不断的进行的他的曼哈顿计划，就是中国版的半导体界的曼哈顿计划。好，这个计划是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爆料，他说大陆啊延揽了这一些艾斯摩尔的前工程师到中国大陆，并且呢已经选定了在深圳这个地方来重建他艾斯摩尔的 EUV 的原型机。用的就是逆向工程，那么计划是由中国大陆的政府主导的。华为来担任关键角色，并且延揽了1000名工程师一起来参与这个逆向工程的计划。汉庭怎么看这个中国大陆启动的这个半导体界的曼哈顿计划，真的能破解艾斯摩尔的垄断吗？鲁特尼克又再度的向艾斯摩尔公司关切，那这都展现出了美国的深层焦虑。那艾斯摩尔也讲了，就是我们所生产的每一台，然后呢，他们都有掌握，完全没有卖给一台给中国大陆。那但是呢，美方的匿名官员啊，继续指控，我觉得你就是偷偷卖给大陆啊。那美方的怀疑有没有证据？说没有证据。好，那大陆为什么这叫曼哈顿计划？因为在做光刻机它不是纯粹的商业竞争，它已经是国家生存等级的工程动员。就像当年美国请全国之力来集中了顶尖的物理学家、工程师啊资金，搞出原子弹一样。所以今天谁掌握了 EUV 的供应链，谁就握着下一代 AI 算力啊、超算啊、隐形战机、雷达晶片、高超音速导弹这一切的入场券。所以自然国家都一定要请全国之力。那现在的大陆突破呢，不是在于仅仅抄一个机器或者是盖好一个机器，而是要养一整套的供应链。EUV 不是单纯一个装置而已而是一条整个的供应链。就是它的不可取代，不是因为它有哪一个秘方，是因为它整合了美德法日荷，然后一大堆的国家的其中的工艺所以才能够完成。所以中国大陆当前的路径，它是必须要把每一个项目都慢慢的去给它打分数，每一个项目都慢慢的完成，每一张考卷都要做完。
那如果我们问美国靠出口管制守得住吗？有分几层。第一个，如果只是说现在的 EUV 不卖到中国大陆，这个已经守住了，因为荷兰政府受到压力嘛，它甚至呢连 DUV 都不再卖了，所以这个已经守住。但是如果美国要说要守住，让中国大陆永远造不出 EUV， 这个大概率守不住，只是时间问题嘛。因为封锁呢固然是可以拖慢大陆的研发，但封锁本身也是最好的催化剂。所以从2019年到今天，美国的管制清单越拉越长，DUV 呢也放在里面了。但中国大陆从来不是说，哎呀，那完了，那我们就双手一摊，啥也不干，而是啥，就举国之力一起来努力，一起来研发啊，有基金啦，可能研究所啦，然后无数人的协作，就是干嘛？希望要能够从中突破。那再来第三个，其实真正的战场已经转移了嘛，因为不仅是说在硬体的制造，而是在于整个的晶片设计的逻辑跟工程上面的想法已经不一样了，包含从摩尔定律是不是已经走到了物理上的极限，所以才会有涛定律，或者为什么像 DeepSeek 它一开始它是透过算力的演算，然后能够取到迭代，甚至呢是价格的减半，这就是中国大陆在目前物力有所极限的状态之下，如何改变它的思路，甚至是结构的整层，让它在还没达到物理极限，没有这个机器，但也能够做到相同的效果。好，一方面是美国很害怕这个艾斯摩尔的技术啊，还有它的设备流入中国大陆，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也说了，我们也不需要一定要这个艾斯摩尔的这个设备来做逆向工程，他们认为说现在也可以靠自己的技术，靠自己完全走不同的一条路来做这个光刻机。所以呢，来自于这个南华早报最新也披露了说，大陆现在计划的是中国半导体产业一起推动所谓建立的中国版的艾斯摩尔，他们公开喊出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好，有了这样的一个架构之后，我们就看到各个厂商开始做各自的一个发展。首先，华为刚刚汉庭帮我们讲到的，不走这个摩尔定律了，现在走涛定律。那么靠的是逻辑折叠技术。他说，2031年可以呢设计出1.4奈米同等效能的高阶晶片，有助于华为接下来推出它的9030可以做大幅的升级哦，麒麟9030。再来另外一个设备，另外一个技术是另外一家厂商的奈米压印光刻机的一个技术已经投入产线了，它可以不投射光线，直接靠压印，不使用 DUV。最重点来了，就是它的单片成本竟然只有传统这种 DUV 的1/10而已，这个也是美国比较担心的事情。再来就是深圳的新凯来了，新凯来也讲了一段时间了，他们说他们的 DUV 的曝光技术可以结合自对准4重图案化，可以推进5奈米制程。厉将军怎么看目前中国的各种规划？我觉得美国商务部长这个突然会对艾斯摩尔提出关切哈，甚至于他们怀疑是不是艾斯摩尔有将这个机器哈，这个当然艾斯摩尔的说法是说我没有整台卖给中国，可是你会不会把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些关键零件哈，然后推销给中国？那为什么美国会有这种担忧、有这种顾虑，会做这种关切呢？我觉得跟最近华为推出来的新款的手机 Mate 80。Apollo Max 有关哈，它用的就是零件，它用的晶片就是9030的这种麒麟9030的这种处理器哈。那它的效能已经，它原来的效能是用 N+2，也就是7奈米的效能，我们都知道了嘛。Mate 60已经是7奈米的，那它现在更进一阶，用到 N+3的这种处理器啊，它到底是几奈米？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正确答案，不得而知。可是我相信哈，这一定是比7奈米的晶片更为精进。那因为中国自己华为有了这个7奈米以下更先进的晶片已经做出来的话，那当然会引起美国这个商务部长的担忧哈。那现在我们要知道，那你用艾斯摩尔用这个原来的这一套的思维逻辑来卡中国的晶片的发展，但是中国一定要想办法超车嘛。我觉得它是齐头并进，好多的步骤同时在做。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的曼哈顿计划，我去延揽一些艾斯摩尔退休的工程师回来以后，然后逆向工程，把原来我已经有的这个 EUV 把它拆解开来，一步一步一动一动的来研究，这是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就是我们讲的用奈米压印。其实奈米压印不是新的技术，你知道，它是在1995年的时候
这个由一个中国的科学家在日本的时候，他已经研发出来，而且日本的这种佳能Canon 它已经有这个技术了，所以它不是新的技术，它只是绕过光刻机的方式，它不是用光刻机，它用压印。我们知道光刻机我用照相，当然可以照出这晶片的图案，那我用印的一样也是可以嘛，但是印的当然有它的缺点，第一个就是说你会不会那么精准的每一个印都印到你的定位上面？毕竟来讲，晶片都是以奈米级这个极小的差距，如果说有一点误差的话，可能良率就会差很多。第二个，你下面那个模板可能按过几次以后，它会不会就模糊掉了不准哈？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为什么日本 Canon 做出来以后，后来没有继续推广？因为你要换新的技术，可能你会有很多的风险，你必须要承担那种风险。那我已经有这种EUV 照相的技术，我是不是要另外去建立一套的这种压印的技术？但现在来讲，中国你不让它有 EUV， 它就必须要在这方面去精进这个压印的技术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突围的一种方法。第二种突围的方法这个应该说第三个突围方法就是 DUV， 我用多重曝光的方式，就是我照一张相，比如说我要照一张美女我照了第一张以后，我把它再放大，再照第二张，再把它放大，再照第三张。那当然跟解析度有关。最后我可以看出来，美女耳环上面戴的项链是什么品牌的上面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然我讲的就是晶片可以做的比较小。那当然这方面可能你的就会牵涉到你的良率因为就像是我们照相的问题一样，如果说这个你不断的放大，如果你解析度不够的话，你可能良率就不会有这么好。可是这也是突破的方式，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方面来讲的话，它会寻求不同的这种管道，从压印技术到 DUV 多重曝光到曼哈顿计划等等来讲甚至于它从理论上面改进它的超定律的理论从这个摩尔定律改成超定律，说种种方面，它都想办法来突破，也就是这些才造成美国商务部长他的担忧。好，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祭出了非常多的各种的技术来突破跟这个艾斯摩尔走完全不一样的路。那另外一方面，当然现在大家最在意的，也在看的就是它的良率能不能跟上，这也是它目前在努力的方向。那所以接下来，请问这个张将军怎么看？美中未来会走自己完全的各自的一条路吗？您怎么看？我认为先会各自走各自的路，先分流再整合，一定是将来的两套系统，就跟我们讲的 GPS 定位跟北斗定位。你要选哪一个？对不对？那到时候你也可以讲，我要两个都要一起的，互相校正啊，两个一起抓在一起，这个也可以，这个就是整合啦。是。那现在原则上是先分流，因为中国大陆具有3个优势。第一个，它的产品呢具有价格优势，我们就听到什么白菜价，就价格优势嘛。因为供需决定价格，价格也决定供需。你价格越便宜啊，你卖的越多，因为你贵就物以稀为贵嘛，那就卖的就少了嘛。就是这样。那换了中国大陆具有价格优势，所以我们讲的产能过剩，因为产能过剩就便宜了。为了中国的这个我们讲的新能源车就是那个电动车为什么这席卷？不便宜啊。你就同样价格，我那边内装比你好那就价格大家就喜欢就偏好了嘛。因为消费者是有这方面的选择上的自由嘛。那大疆无人机为什么市占率占全世界占70%？那就便宜啊！你要不要？美国同样一个规格的，就是大疆无人机的3倍价格，你要不要？你要买美国的，那可以买大疆的那个3架，你要不要？那大家就会了，就是有2/3可以省下来，你干嘛不省？消费者一定站在一个经济的角度来购买这些物件嘛。第二个，中国大陆有市场优势，中国大陆14亿人市场，现在非洲也有14亿多人，那28亿人了。东南亚有将近7亿人口，加起来30多亿啦。印度这14亿要用美规还是用中规？到现在为止，你说用美规，我说不见得印度我好像在做战略调整那换句话，印度是15亿人口，14亿多了，我们就是4舍5入就15亿人口，那就加起来不是这市场就出来了？人口市场你知道市场越大单位的成本就越低，因为你做得多嘛。我们叫做报酬规模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市场优势，我认为就是人口优势，将来会慢慢凸显，因为大家都慢慢都会有消费能力。你看以前的时候是贵族阶层，现在不要了，普罗阶层也可以买是不是这样？第3个优势，我认为是普遍的优势。我们知道这个匈塞这个铁路
350公里，匈牙利到这个塞尔维亚，这么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铁道工程啊，那你现在雅万高铁，印尼的这个雅加达到万隆，万隆是印尼的第4大城，这时速那个高铁的时速350公里，也是中国大陆为什么做轨道工程嘛？所以中国大陆这样子的话，将来会我们讲的普遍优势就会出来。所以3大优势，我认为会分流，以后再整合再说了。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检